集我们回顾了九龙寨城的一小部分历史，今天我们继续探索城寨周边的大小故事，一起了解香港旧区。九龙城曾经是一座衙门，同时也有一位皇帝。在九龙漫步时，或许会在墙壁、灯柱等公共设施上看到一些用毛笔书写的字迹，这些都是出自一位叫做曾兆才的手笔。他在1950年代开始用毛笔在香港各地涂鸦。据说年轻时的曾兆才在整理祖先遗物时，发现九龙部分土地曾经是周朝天子赐予他们祖先的食邑，也就是封地。然而由于当时香港九龙是英国的殖民地，他对此感到不满，因此宣示主权，在九龙多处写下家族历史，自称为九龙皇帝。曾兆才的笔迹甚至在威尼斯双年展展出，成为第一位作品被展出的香港人。尽管没有人能够确认曾家的遗物文书是否真有其事，也有不少人认为他的行为只是疯癫的表现，但九龙皇帝的字迹成为当时的话题，更进入流行文化。香港著名乐团 Beyond 的歌曲《命运是你家》便是以他为灵感。2007年，九龙皇帝去世，皇帝驾崩了，寨城也早已被拆除，但九龙城仍然保留许多过往香港的历史痕迹。在港府大规模兴建公共房屋之前，不少居民住在简陋的寮屋里，其中位于石屋家园一带的寮屋区便是当时的一个典型例子，见证九龙城的变迁。石屋家村前身是后王庙新村，在2010年被列为3级历史建筑，是一个由5个单位组成的村屋。而这里的历史可以追溯回1940年代香港日治时期。在1880年至1890年代，何氏家族新建了一座2层高的半欧式大宅，名为何家园。到了日治时期，日军拆除了何家园，将石材用作扩建启德机场和改建如今所见的中式石头平房。这些石屋成为40年代的基层居民住处，外墙由香港常见的花岗岩建成，屋顶为金字形结构，内部则是木质横梁。二战结束后，大量难民涌入香港，石屋所在的地区逐渐发展成寮屋区。该区域分别称为后王庙新村、荔枝园和何家园。随后，寮屋区成为香港电影工业的中心之一，不少片场像是长城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就在这里设立。到了香港60、70年代的工业时期，这里还开设了许多在厂和工厂，兰恩记山墓碑工程便是其中之一。寮屋区在2001年被清除，而石屋则成为该区域仅存的建筑物。寮屋以外，唐楼是普罗大众居住的地方。目前香港仅剩下不到200栋站前唐楼。站前唐楼最典型的设计便是拥有骑楼柱，像是2只脚伸出，撑住突出的骑楼或者阳台。九龙城在香港开埠早期的时候已经发展了，所以这里有很多站前的唐楼，而且这些唐楼的楼梯通常是又长又细，像是这个在衙前尾道68的楼梯呢，就是在站前早期已经有的了。其中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是香港所剩无几的唐楼木楼梯，旁边则搭配木质的扶手。这座唐楼建于1933年至1942年时期，推算拥有超过90年的历史。而九龙城的街道满是低矮唐楼，原因和土瓜湾一样，因为接近启德机场，因此楼宇受到高度限制。而过去启德为九龙城的一部分，在1910到20年代，辛亥革命导致大量中国难民涌入香港，
商人何启和欧德便就当年房屋供不应求的问题建立启德公司，希望在九龙湾填海发展高档住宅区。这个计划叫做启德滨。只不过经济不景，启德滨计划在1926年停工。在政府扩建启德机场前，该地曾经用作水上飞机驾驶以及皇家空军的军事基地。1936年，第一班民航降落启德机场，之后机场便陆续扩建。当年的启德机场临近密密麻麻的民宅以及九龙区群山，而且只有一条跑道，因此有世界上最危险机场的称号。在降落前，飞机师看到鸽子山后便尿急弯，右转47度至跑道方向降落。据说当年不少航空公司会以启德跑道作为机师训练。随着香港航空业的需求上升，只有一条跑道的启德机场已经供不应求，加上附近为住宅区，机场并没有足够的空间扩展，因此在1998年7月关闭。政府在吃辣椒新建新的机场，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香港国际机场。随着启德机场的关闭，九龙城变得人烟稀少，但你仍然可以在这里看见许多泰国和潮州餐厅的踪影。这是因为九龙城有小泰国和小潮州的别名，而两地的历史渊源可以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说起。早在古时，潮汕人便已经前往暹罗，也就是今天的泰国进行商贸活动，将泰国米等商品带回中国。自15世纪起，已经有潮州人移民泰国的记载。直到今天，潮州人仍然是泰国华人社群中占比最高的一个族群。到了60、70年代，九龙城大概有80%的居民来自潮州。由于潮州人喜欢做生意，在香港其他地区还没发展时，九龙城为当地带来了商机。到了70、80年代，许多香港的潮州人前往泰国发展生意，并且迎娶泰国新娘。在这些泰华家庭回到香港后，他们将两地文化融合，使得九龙城充满多元文化气息。因此，在每年4月，城内还会举办泰国泼水节。而潮州人的一些传统习俗文化，像是农历7月的盂兰盛会，每年都在旺角亚皆老街球场举行。该活动已经被列为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如今的九龙城仿佛昔日在城的命运。截至2024年中，市建局在九龙城区已经展开22个重建项目。其中衙前尾道与甲丙大道的发展计划中，业主和租户已经在今年下半年开始陆续搬迁，预计2027年清空，已启动重建工程。然而，许多具有香港历史文化意义的建筑物未能受到重视，其中大概有60%的站前唐楼未能列入历史建筑，可能难以在重建中保存。在这片不断变迁的土地上，未来九龙城的故事又将如何改写呢？